好，高雄新达电厂这个爆炸案呢、那陈其迈高雄市长说呢，我们发电给你们用，各县市要用的电自己负责，你们自己发，不要用我们高雄的电，还有我们在这里爆炸啊。他其实应该去骂骂台电的，你怎么管理的？怎么搞到会被这个 flange 哦，这个会搞这那个地方泄漏哦？但是呢，现在就推责任嘛，因为他如果骂台电，等于骂到民进党的中央啊。所以呢，就骂其他县市，然后我们给你们电，你们自己发自己的电啊。那国民党说赖清德很像 lie cheater， 一直骗啊，就是这个缺电，台电任的缺电恐怕会成为常态哈。那因为你现在没有核电，最稳定的电没有了，最便宜的电也没有了，你用绿电，绿电本来就不稳，没有太阳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光电嘛，没有风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风电嘛，这么简单嘛。那柯志恩邀集各界去视察美浓大水库，说政府漠视污染啊，带了很多人去啊看这个美浓啊大峡谷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说现在农地也倒废弃物，好几个地方了啊，现在已经你看啊，从这个51公顷的山坡地被砍啊，在河山光电厂，美浓农地变成一个大峡谷，然后呢。大树哦，这个产荔枝的地方也是被挖成这个像赖痢头一样哦。然后呢，这个盗采砂是回填营建废弃物是美浓农地新的大峡谷。然后呢，大寮又搞了一个，也是滥垦滥盗哦，这搞到处都是啊。那蓝营的议员就批陈其迈说：“你的螺丝整个都散掉了啊，到底搞什么？”国民党党团总召。哦，这个黄议员啊，那另外呢，陈其迈说，我现在要跟沙士帮宣战哦，抓到个案一律采最重的这个处罚哦。那所以呢，好，现在高雄的搞土地资源厂全面停收营建废土，也怕抓，现在好暂时大家避个风头啊。那业者也说哈，说那你要给我合法的堆积的地方啊，我现在有废土，你就要给我地方堆，你不给我地方堆，我丢哪里去？我就要乱倒啊，山谷道啊，农田道啊。说公厕如果足够了，我怎么会随地便尿呢？你公厕没有，那我怎么办呢？我要上洗手间，没有厕所，那我怎样？我把它喝了哦。所以呢，业者也抱怨，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没道理。你这有地方嘛？他现在台北，比如以台北市来讲，他们这个追踪哦，你废土到哪里，还给你用 GPS 追踪你车到哪里去啊，等等啊，认为应该是逃不掉了。都很难讲啊！如果人勾结在一起，人谋不臧是一回事嘛。另外，他有没有什么科技的办法骗你啊？这另外一回事情啊。那你问政府，他就说我追他很严啊，但是到处看到废土，那怎么回事啊？那另外呢，这个高雄市政府到底是他治理失灵了，还是选择失明？失灵还是失明？失明是假装看不到了，失灵是看到也没办法啊。那我美浓因为有8个巨坑，所以2人被收押禁见了哈。那所以呢，他们现在把美浓大峡谷用个梗叫做卖淫大峡谷哦，陈其迈啊跟谁跟那个邱意莹啊变成卖淫啊麦芽了，大峡谷变成这样，反正网友嘛在那边搞笑哈，我们看一下。起码好，不要有那个沙土，所以再来破坏这个环境是最大的。柯志恩带着中央及市府业管单位再度到美浓视察，因为除了日前的美浓大峡谷。附近10几分钟路程，又发现了同样情况。采废弃物报告大概14天左右会出来。8月27号。8月27。可是问题是我们市府很早就把这一地区都已经知道这个状况。柯志恩会这么气愤，原来早在这个月5号，他脸书揭露这个地点，并在8号询问给相关单位，通知12号要联合会勘后，当天下午市府就先派人到场探访，并在10号展开跨局处稽查，而团队11号下午发出采访通知，市府晚间又丢出采罚讯息，短1周动作积极，但整个案子之前却进度缓慢。你开罚完之后，你没有给我们的里长，没有给我们第一线的里民告知我你后续的处理，然后呢还允许这些车不断的进出出。经济发出声明，经济部澄清废止旧规则的同一天，也发布新的方案，取缔盗采土石从未中断。但高雄除了美浓大峡谷之外，大树的统领社区早在109年就被发现有非法堆置，大规模扫荡，进行跨局处的联合稽查。若经发现个案，一律采取
最重的罚则。陈其迈12号在市政会议，除了要求各局处要联合作业，也对目前土石的盗采只有行政罚则感到无奈，但不想被对手紧咬爆料，恐怕得有更积极作为，主动将各项不法案例提早揪出。王慧，你们这喜欢打弊案的到底怎样？我觉得其实我先讲智恩的这个最近的一些做法，我真的觉得是蛮不错的哈，就是有起风的感觉。为什么讲起风？因为智恩其实开始他已经这不是第一次打弊案，之前就有几件，所以当你开始讲相关的弊案的时候，其实地方的民众他长期不满的部分，他就会开始提供相关的资料给你哈。所以我相信智恩接下来应该会拿到越来越多的一个资料。我觉得这也凸显出哦，就是高雄在这个陈其迈在这个时候，他的相关的这个执政的一个我觉得就是无能呐哈。因为陈其迈的震怒，大家知道，我其实过去在打弊案的时候，我对陈其迈的震怒我也是有经验的哈。因为他的第一时间他都先震怒，因为这是公关稿嘛，出来之后他就说哦，看到这个事情他就震怒，震怒之后有没有下文哦？我就举陈启玉的这个当时这个在这个农地上面哈去盖这个豪宅这个事情，当时第一时间一马震怒。好，然后叫这个农业局出来做相关的说明。可是过了1个月都没有，就是拆一个意思，没有整个全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反观这次智恩打他，我觉得有打到痛处，因为这个相关业者的这个处罚来得很快。跟上次我在打这个有关陈其玉采访，我觉得不太一样哈，所以这一次就是智恩在打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觉得有让我觉得当然跟2026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啦哈。那包含就是说，像这个新达电厂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抓筋剑走，能源政策抓筋剑走的结果。你把核三停起来之后，新达电厂其实它本来没有古元弄加码了，它现在这个加码加到很大之后，这一次这个爆炸其实它只是一个试用的一个点。既然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状况，而且甚至大家有担心会分区限电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我觉得再显示出，其实赖清德政府的这个能源政策是非常的有问题的。我就先讲曾文生，最后讲一个曾文生，他在处理这次新达电厂爆炸的时候，你看他多政治。他从蔡英文时代做经济部的这个经济部次长哈，然后到现在他做这个台电董事长，我觉得这是属于政治非常正确的一位哈。那天早上他先爆炸的时候，他只有让这个邱意莹去参加说明会，下午哦许智杰要去参加他记者会，他不给他进去，他请他出去，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原来同党的立委。也还是有政治上面不同的考量啊，所以我觉得曾文生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接下来因为立法院要开议了嘛，哈，我觉得委员们可以用专案报告的方式，好好来盯一下这个新达电厂这次爆炸的事件。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柯志恩恭喜了，因为他一个人在高雄蹲点那么久，很寂寞、很辛苦的不让听你啊，爱该的爱哦，这个要有很大的毅力啊。但是呢，现在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个 issue 对一个要选举的人是真的再好的礼物也不会比这个更好，因为它具有3个特点。你选举要赢过对手，一定要找一个议题跟什么有关？跟钱有关。你跟钱无关的议题这影响力不大。人是拢为了钱啊，你看做坏事也是为了钱，不到1/10跟女人有关，9%跟钱有关。而且第2个特点就是说。捞到钱得到好处的人很少，而没有捞到，看到这个眼红，讲啊我还没分，我拢你嫁去啊，我没嫁半行，这个钱这个多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票是要来自捞不到的捞到钱的那些人的票你捞不到，但是那个很少不重要。还有第3个特点，这些坑坑洞洞啊，到选举投票那一天都还填不回去所以这个事也不要做什么叫小编啊，做什么插梗图啊，都不要。这个天生的梗图啊，每天就是给你看这些。每天可是你现在从这个议题不要让它凉掉、冷掉、死掉，都不要。这个一天陪你到投票那一天，这个真的民进党头壳没得修了。而且绝对不止这些洞，你看了洞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高雄的治理是一个大问题。
大家现在呢回想那时候，韩国瑜在选市长的时候，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人理他。他虽然搞了很多笑，他后来的这个转折点呢，就是天坑，就是因为高雄呢出现了天坑。好，然后这个陈菊呢，他们在这个高雄的治理上出了大问题之后呢，后来逆转了整个高雄的选情啊。然后陈其迈呢，他这些年来，他其实在高雄的那个发大水的时候呢，就大雨的时候，他也没有治理很好。可是呢，他的演唱会的音乐赚得很好啊，就是赚了很多的名声，然后然后好像又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啊到高雄去朝圣，什么带动这种演唱会的经济。可是遇到这种硬的治理的问题呢，这就是逃不过了哈。那柯志恩呢，他从一连串的从当时的那个光电的沿着山这样子光秃秃的照，到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天坑，其实一些的砂石业者呢讲的是实话了哈，就是说他们这个案子，因为他们并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他们过去曾经有高雄市政府呢讲的头头是道，说我们每个案子都有追踪啊，都怎么样，然后你开罚了之后呢，然后就没有后续，他又再来挖，然后又在找的一个新的地方，又变成是一个天坑，所以就是你整个在这个高雄的民进党的治理呢，就是非常的会做这些烟火式的这种施政哈，但是呢，真正的要去深入到比如说下水道的通畅啦，然后像这种废土啊、土方啊，你在大开发的时候呢，你高雄一方面搞很多的建设，你另外一方面呢，怎么样把这个废土呢，然后有地方可以去，这种愿意下功夫的事情做得太少。谢谢回来。好，赖清德说呢，这一年大家太混乱了，要休养生息。刚讲完，现在就骂在野党，你们去修那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犯下大错哦。而且呢，你们都说那个卢秀燕说要他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刀在你们手里啊。那蒋万安反击，蒋万安说，如果中央不扣课地方的话，地方就不会保卫中央。他们对地方的15个蓝白县市长合在一起很不爽哦。张胜正说是行政院改变游戏规则，不要推来推去啊。那所以地方首长也反弹啊。那黄国昌说呢，这个民进党坚壁清野啊。他昨天我专访黄国昌，他是说国民党的这个版本是给地方4000多亿，民众党的版本是给地方3000亿。那民进党不提版本，就是我们这个版本最好的版本。他说那如果觉得国民党给太多，那为什么不投？民众党他也不投，不投。然后呢，甚至赖清德还放话给黄国昌说呢，复议的时候你们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再来就支持你的版本。黄国昌说哪有这种事情啊？要开大门走大路啊！你们开始不支持，现在什么复议支持哦？所以黄国昌给他拒绝啊。那另外呢，这个今天黄国昌记者就问黄国昌到底是谁？他说潘孟安总统秘书长来传话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不是15个县市长吗？这个发表这个声明吗？那现在卓荣泰明天分2个梯次来接见这些县市长。那民进党是很无聊嘛？这个陈培宇民进党立委就说：“那你这蓝县市长进卓荣泰办公室应该先道歉。”关他什么事？卓荣泰都没有要道歉，你要他们道什么歉呢？对呀。那你到底要不要见呢？就是你们到底要干嘛呢？是不想见？如果在野党火大说不去了。那到底是谁破坏呢？那这个韩营民进党发言人说，罪魁祸首就是蓝白你们修恶法哦，才会搞成这样子。那另外呢，在野现在拼说呢，一般性补助款能够立法来规范，不要说啊，还要跟你政府申请啊，你爱怎么样啊，然后呢，这个分配有不同的意见了，所以呢，这个媒体也说屠刀在赖清德手上，你现在都还没谈呢，明天要谈都还没谈就开始开战了啊。好吧，我们看一下。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去年在野党所主导的财换法修法之所以铸成大错，一方面是因为蓝营的县市首长
有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会这么呛，就是因为周三台中市卢秀燕率领蓝白县市15位首长合体向中央讨钱，但当时在场的新竹县长杨文科隔天和总统同台，看起来不尴尬，果然心里想的是这样。他特别提到财化法，我讲昨天我并没有发言，因为我不愿意做一个抱怨的一个县市长。未来我希望我们中央能拿起来，跟我们县市长好好讨论。15县市不同意见，尤其卢秀燕和蒋万安话说的直接，也被总统拿来回怼。中央地方杠上，其中一大争议就是因为本岛19县市统筹分配税款，应该以19县市总和作为分母，但条文却写成全国22县市硬把领导3县也算进去，使得分母被放大，平均下来各县市实际拿到钱变少。绿营批评太荒唐，加害者谴责受害人岂有此理？要算账，不要找错对象，去找自家的傅昆萁、黄国昌负责才对。来，美玲。财化法的修法的这个方向这绝对是正确的了啊。那当然，在这个计算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些可以讨论或是在解释的地方，这个是有的啊。因为毕竟这个整个财政上面要这个计算到非常清楚啊，是可以再有一些讨论哦。不过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说这一次这个争议在2个地方嘛第一个就是说，在刚刚我说的这个解释跟讨论的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300多亿的一个统筹分配税款，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分配到各县市去但我想这个应该可以经过讨论跟协商以后找到解决的办法，要不然这个统筹分配税款你发不出去，中央也不能用，它就在那个地方，这个预算其实还是会可以来解决的。但第二个呢，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也就在这个一般性补助款。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今年的一般性的补助款大概是2501亿左右那在法定上面有规范嘛，我们明年不能少于这里，它也不会多编，所以就是一样2501亿。那但是呢，我们在账面上呢，可以分给各县市政府的这个一般性补助款，大概是在736亿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还有1000多亿它现在改成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变成一个计划型的这个申请的方式来做。那这个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现在各县市这各级政府大家很紧张呢？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嘛，现在赖清德政府在做的事情就是在看颜色，就是在看他的喜好度。那如果按照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所有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当然会紧张了那尤其这一次我们看到，其实总额是不变的2501亿，可是有这1000多亿其实现在少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我昨天在看预算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少的最多的地方，其实就是在教育部教育部的地方大概这个预算直接少了大概999.8亿，大概就是1000亿左右。那回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中央集权集钱，他要去做审核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卫福部大概也少了400亿左右，它的整个减幅是高达了99%，几乎都把它减掉。就卫福部将来如果地方上有这些一般性补助款要上来，就是要看中央的脸色。那教育部就更是了所以你看到他把这所谓一般性补助款，人民可能最有感的，县市政府可能最需要做给人民有感的地方的，全部都把它回归到在中央集权上面。所以今天当然各县市政府会紧张，我们才会在讲说一般性补助款以后是不是应该要立法来规范，而不是想干嘛就干嘛，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我想在中央又想集权又想集钱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你要跟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很好大家互相的配合现在看起来是很难但是呢，还是必须要去解决那地方上其实要做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多。那财化法之后，其实有很多没有错，地方政府它就可以有余力有余裕可以来做了。可是还是有很多地方，这个一般性补助款该下去的，其实应该有一个公平的制度来给各地方。郑姐。OK 其实财化法最近那个受到大家再一次的关注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他们觉得说，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可能有点小瑕疵，在文字上面小瑕疵。那我这边用那个 ChatGPT 做了一个小漫画出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就是它这里面就是说在财化法当中的时候因为在这一次当中的时候，就是我们把原本75中央跟25地方的部分，把它调整成就是66中央，然后34地方所以地方的统筹分享是增加的。那增加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统筹分享就是它有个垂直分配跟水平分配的问题。那垂直分配在我们统筹分配税款的第8条当中的时候，垂直分配把它解决掉没有问题。那真正出现问题的地方在第16之1条的部分。那这16之1条里面的时候它其实又分得很细它从第16之1条里面的时候的第2项的部分，它直接很清楚
把它讲成就是我们第96%的一个统筹分配税款跟4%的一个统筹特别统筹款。那特别统筹款可以中央保留，那96%分到地方去。那到了下一个部分的时候，统筹分配税款当中的时候，他把90.5分给本岛，90.5%分给本岛，然后本岛的19个县市，好，然后2%的直辖市责任额，好，这是2%，然后2.5%给离岛3县，5%分配给乡镇市。那这次出现的问题就是说，90.5%给本岛的部分的时候，跟2.5%好给离岛的部分，它的分母的部分出现了一个认知上面的一个问题，就减少了啦。对，所以我这边就用这漫画当中来看，就说在蛋糕里面90.5分给 A 组这19个人，好，那这 A 组19个人里面呢？好，就分这90.5%，那2.5%的部分分给 B 组的3个人，蛋糕这么分嘛，哈。那这里面的时候，就是左边有他说，既然分成了2组，为什么要用22个人当分母？他说规则有点怪，就是我们这是在整个法律文字当中的地方的时候，没有非常的。讲得非常的仔细的部分，可是我觉得在法律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讲到全职的问题，用全职来说，这是100%就不会有问题。所以说这次的这修法当中某一个部分，因为你用全职来计算的时候呢，这问题也不会存在。那现在就是行政院这边的时候，就是用了一个文字上面的部分，让我们这个90.5%的部分的分母部分的时候，用22的那个全国所有的县市来算当分母，然后2.5%它也用全国的22个县市来当分母，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如果说我们用全值来算的时候，那这问题是不存在的，就是它还是一样可以100%把它支出出去，就不会有留到说刚刚美玲讲到说，有300多亿的部分的时候，对345亿，将近350亿的部分的时候没有分配出去。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行政部门它可以用这个解读的方式来对这个法条的部分的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不一定要把它给一直僵在这个地方。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政府他们也很刻意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反击，然后来打就是蓝白当时对统筹分配税款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成果。就是现在地方都多拿了钱，只有马祖少了几千万啦。那当然马祖这个立法委员不满嘛。那其实行政院给马祖多一点补助就好啦。或是说其实一个小瑕疵，但是行政院现在把它扩大。搞得你看看你们蓝白，你看看就这个计算有错，蓝白自己当然也要检讨说，其实你对民进党对民进党政府，你一点错都不能发生，要检查再检查再检查再检查。但是呢，行政院是故意找麻烦，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但故意在挑这个地方，就是没就说啊，你看看这个错了，这个错了，就变成这样子老沈，我跟你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晓得本节目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场，我有讲一句话。我说不是计算错误，是公式有问题，你记得吧？我第一天就这样讲。最近朱立伦主席也讲了，他是学会计的，所以他讲得很有权威。他说公式是有问题，但是问题不大，这个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就好。我觉得现在行政院要下乡去问每一个县市什么问题，我觉得很简单，你去问他说你到底少多少，你不敢管的都有。还有呢，你觉得公式哪一个地方不对？所以让你少了钱，你告诉我，然后回来，你第一个问题你要问 AI， 说这些县市哪一个讲的有道理，哪一个讲的没道理，没道理就丢掉，然后有道理，你忙跟丢刚才我还没讲完，你紧张干嘛？我跟你讲，就把这些县市讲的有道理的资料跟理由，通通放给 AI 去算 ，ChatGPT 也好 ，OpenAI 也好，因为 AI 就是算这个的，这个对 AI 来讲太简单了。你下去一个一个问，不会有结论的。不，基本上这是从整个这个省预算就来的嘛。那国民党有版本，民进党有版本，民进党没有版本。以前没有这样子嘛。以前我提给大家来讨论，那在讨论过程就会有一些哪些他通通都不提嘛，都有错，对不对？然后你现在就怪在野党所以行政院显然根本不想解决问题，他当时只想大办法，只是想找个理由来把国民党立委罢掉，罢掉都没问题了嘛，罢掉什么听你们的？休息一下回来。你一个一个。好，本来昨天呢，我们
这讨论立法院这个民进党团到底怎样，只剩下柯建铭一个人了，其他人都没去啊。哦，所以看今天到底怎样，因为今天要讨论立法院的开议日期。结果今天吴思瑶跟陈培瑜去了，陪着柯建铭去了。哦，韩国瑜就说柯建铭很棒，因为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哦，赞美柯建铭。柯建铭说：“你们担心我们党团，不要怕。虽然看起来是难产，但是我像庖丁解牛，迎刃而解哦。那一定会在开议时产生，我们的党团一定会产生的啊。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只有我一个人一夫当关啊。那吴思瑶说，我才不要继续干事长呢，事不过三呢，我只看守到新会期的开始，现在还是看守嘛，因为新的还没有选出来嘛啊。那罗志强就是说，恭喜柯建铭战胜赖清德，恭喜你这个党这个什么，他们叫什么知信，他们叫什么长啊？哦，干事长不是干事长，柯建铭什么长？总召嘛。那恭喜总召战胜党主席啦，哦，所以柯建铭说呢，我们哪有战胜？我们跟赖清德之间非常协调啊，也没打仗啊，本来就是这样啊。大罢免他有反对我的意见吗？没有啊。1月13号。选完1月15号就把他们都找来开会，都支持我大罢免了。赖清德还在中常会说青鸟飞出来哦，还是民进党干部都要去帮助这个民团去联署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是非常协调的啊，也没有打仗啊，意见都一样啊，只是他们现在找我开刀而已啊，做代罪羔羊啊。那有人替柯建铭打抱不平，到新竹了哦，到新竹呢，新竹的那个民进党的地方党部主委了，就说你不能找战犯啊，怎么找柯建铭呢？赖清德说：“我就是战犯，要找我哦。”那所以呢，郭正亮就说赖清德讲是气话哦，是针对施乃如那个地方党部主委言论的气话哦，他哪里真的要扛？要扛，对不对？这个赖清德叫他来开会，英系没来啊，说有种就下招罪己嘛。哦，你不要在新竹谈啊，你到民进党中常会去谈啊。哦，就说这是我的错啊，我就是战犯啊，你讲啊。所以呢，这个夏珍写在风传媒有个专栏说，战犯找赖清德一点都没冤枉他哦，本来就古时候就万方有罪，罪在正宫，连封建时代皇帝很多时候都要说万方有罪，万方有罪就是我有罪，主要就是我有罪，那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啊。哦，好吧，那另外呢，民进党这个新的行政秘书长张敦海，他原是发言人了哈，新官上任要部会一天要报3次。哦，对舆情要反应得快哦，不能拖延，而且不要乱讲话哦，一天要来报3次啊。那另外呢，所以媒体就说他把秘书长干成科长，把首长当成小学生哦。在野党就说啊，第一名失言是赖清德，你要赖清德一天给你报到3次吗？我们看一下。哇，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柯总召真的经验丰富，一讲把所有的重点全部讲完了，这整个脉络庖丁解牛，清清楚楚。新会期首次协商，朝野没有剑拔弩张，迅速敲定9月19开议，10月1号召委选举，完全有可行性。庖丁解牛，迎刃而解，迎刃而解。我真的感觉欧漏了。韩院长夸赞柯总召老刚好，蓝营干部把关爱眼神送向柯建铭。首先还是恭喜我们总召战胜主席哈，那感觉今天的那个神清气爽，你再次看到我们之间非常协调，没有打仗，好不好？没问题。赶快讲重点。好难得，竟然是柯建铭，要人别废话。只是他看似新会期守住总召大位，但党团干部还是没有委员登记。有一句话叫做“庖丁解牛，迎刃而解”，新的6长肯定在开演的时候会产生。挂保证新会期一定有新6长，但公布之前还是由卸任的干部吴思瑶和陈培瑜暂时看守。新任的干部还没有出现，那在目前为止，那就我应该是看守干事长。民进党团先前也发生过没有委员登记干部的情况，产生方式会由党团共识推举或拜托前干部续任。那吴思瑶有意继续承担吗？我的天哪！这个事不过3哦，我已经接了3个会期，那我真的认为党团的同仁比我资深、专业、有能力的学长姐非常多。吃了秤砣，铁了心不续任，民进党团新干部还是乏人问津。老沈怎么看民进党？我们几点来讲哈？
党团的干部、小干部为什么没人当呢？以前大家都抢当了，因为对自己是好的，对自己的声量啊、未来啊、这个政治的生命啊是有帮忙的，抢着当都还来不及。后来因为不行了，因为大罢免搞成这个样子，后来就是不分区的不分区的总统派的你们去当，现在连不分区也不干了。但是这个最后一定会有人干，这没有问题。但是有党团干部，没有人想当，可以看出现在民进党还在很低点，非常低点，还没有翻身哦。那第二点张纯涵是总统府来的嘛，在总统府待了没有多久，你看他讲说，一天给我报告3次，这只有2个字可以代表描写这个人的心态，僚气嘛，官僚的僚。这是僚气。你想总统秘书长当年干的最好的是谁？是李应元啊，因为李应元这个人很灵活，他就是秘书长，把各部会不能沟通的我把它弄通，把这些线千丝万缕把它弄通。他现在不是我坐在这里报告来，1天3次，这个叫僚。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总统到了新竹的县党部的主委替柯建铭抱怨。那他就讲不要再抓了，唯一最大的战犯就是我，要找赵犯就找我。大家听了，有的那个谢龙介还肯定他来说，这个就是他能够做到的很大的一种就是自我表白。我不同意，我听到战犯这2个字我觉得很奇怪。你有生之年，你已经70几了，你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听到战犯这2个字是讲谁？几乎没有听过，对不对？好久没有听过了。我最后一次听到战犯的是讲东条英机你晓得东条英机吗？日本最后终战之前最后一个总理大臣被吊死的，被盟军吊死的。战犯什么意思？是敌人抓到你，然后说你是战犯。天下没有人自己讲说我是战犯，你要抓就来抓我。这样的忏悔，这样的道歉是没有诚意的。什么战犯我跟你讲总统只有3个错误：数学不好，说31-0没有输没有赢；第二个呢，化学不好，说国内不能有杂质，要像白开水一样的白，化学不好；第3个品性不好，他没有公开讲说这是大罢免，下不为例，不能再干了。这3点都讲完，是不是战犯不重要，主要是因为地方党部主委说，你们都叫柯建铭战犯，替柯建铭申冤了。说好，那柯建铭不是，我是，就是赌气嘛。来，你在总统府做过，到底怎样？我先讲这个报吗？我觉得大佬讲这个战犯是战败国史官其实这是东京审判所认定的，也许不需要为这个问题再辩论，但是基本上在大罢免就是要找负责的人嘛，当然都逃不过了，他就是怕在身上负责。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任命这位发言人做行政院秘书长，他真的不是在做秘书长，他还是在做发言人，才会有那种早上7点秘书长、副秘书长跟发言人一定会开会。我以前就会跟这样子开会，我们那个时候跟林宗生是做秘书长，林义士是立法院党团的，就是等于是政策会召集人，政策会执行长，执行长。每天早上7点，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有人说，那是不是中午之前再了一个报，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再有一个报，但不开会，只是这个提报说，这个各个部会碰到什么问题，赶快告知行政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是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议题其实随着新闻，随你当时的这个变化，你都很清楚的掌握，报来的其实都是要他去告知说，这个部会他的解释以及他的事实上的情况是如何，这些都是随时哪要1天3报，那基本上如果碰到问题的话，1天多报，他还是把他行政院秘书长玩小了。那我是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是对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掌握作为一个秘书长的职位，尤其秘书长在2个层面，第一个部会之间的协调，第二个行政立法之间的协调，这个职位像这样一个秘书发言人出身，而且这么年轻的，我觉得真的是 handle 不过来。你自己想嘛，如果说我现在这样当，现在很多部会首长也没有资格当部会首长。如果部会首长真的都是很有这个资历的，在民间声望很高的，
跟你一天3报，他动不了。你是什么？你管他们？秘书长谁管你啊？休息再回来。他动不了。好，那么昨天传出来哈，说傅昆萁要出来参选党主席，引起大家很大的关切哈。那傅昆萁说，他昨天还跟朱立伦去拜托张善政来参选啊。那张善政形象也不错啊，当过行政院长啊，桃园市长做的也不错哈，所以张善政愿意出来也不错哈。那但是呢，傅昆萁到底要不要参选啊？那他说，国民党必须要团结才能赢民进党。他今天脸书发表，而且呢，他先让子弹飞一下。好，他并没有说他要，但是也没有说他不要，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哈。那另外呢，傅昆萁说让子弹飞吧，他会好好的思考，因为呢，很多朋友劝他参选啊。那他说，当然党里面有很多优秀同志了，很多人就是都表明要参选了嘛。不过呢，让子弹飞啊。那到底他符不合资格？有人说他因为被开除过党籍了，他说这不是很重要啊。我没有说要啊，所以不是很重要啊。那另外呢，这个说他曾经被开除党籍，因为有党纪处分，恐怕资格不符啊。然后因为扯到他也扯到郝龙斌跟我哈，说呢郝龙斌也被质疑不能选，赵少康也曾经加入新党哈，所以不能选，这是错的哈。第一个有媒体说我被国民党开除过党籍，我选不选是一回事情哈，我现在没计划要选哈，但是呢特别强调我从来没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当时是我们去组织新党。那我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说我们7个立委，请你注销我们的党籍，请你注销。那这个，所以并不是他党纪处分我们，因为我们既然离开了嘛，就理论上党籍在新党就不会党籍在国民党，请你把它注销掉。所以呢，也没有受到国民党的党纪处分，没有的哦。那另外呢，这个傅昆萁因为被劝进所以呢说党里面有些人很担心啊。郝龙斌说下周可能会去领表啊。好，我们看一下。成功不必在我，但是呢，成功一定有我。这几天我们会好好的来思考，选不选党主席？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此刻认真思考。ING， 我想让子弹飞吧，这是一个苦差事，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承担，也要很大的勇气。总召有这样的勇气。好，笑不语倒是确定参选的罗智强说早就具备这个勇气。我不会对参选的任何的同志来去口出恶言，绝不口出恶言。12号这天，党团协商，罗智强正好也坐在傅昆萁旁边，而其他宣布要参选的人，则是持续拜会。叶文加油！好嘞。跟前行政院长陈冲当面请益，要争取党魁的前立委郑丽文强调，参选主席必须按照制度。国民党是一个泱泱大党，一切都要尊重制度。一切照规定走。郑丽文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如今正在考虑的傅昆萁被质疑2009年参选花莲县长，遭时任主席马英九开除党籍，违反这届选举办法的第5条规定，这意味着他恐怕无法参选主席。那对于各界关心有没有什么参选资格，这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来劝进。是获得党内劝进才会被动考虑，但同时却有亲附人士点名，一样有意愿参选主席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也曾因为加入新党遭蓝营开除党籍。民国80几年的时候，曾经主动退党，可是我没有被开除过党籍。重申自己是主动退出，不是被开除。这下到底谁能选，谁不能选？党主席候选人的资格会由我们选监委员会来认定，最后才能够确定候选人是不是有参选的资格。可见党魁选举之激烈，还没开始登记参选资格，已逐一被检验。来，这个叶律师因为当过国民党的什么考纪会主委，考纪会哇，这很大那个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的选举办法，就是其实他每一次选举的时候都会特别定办法，他对候选人资格这几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如果曾经被开除党籍或被注销党籍的党纪处分，也就是换言之，是因为要处分你考纪会开过会，然后把你开除的话，你就是不能够选党主席的。那这个傅昆萁的话，他是确实是因为违纪参选县长，花莲县长是有被这个开除党籍的，所以傅昆萁不符合参选资格。这个是他说没有回溯效力，通不通？完全不通，因为
本来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就是针对这一次的候选人资格去做判断，而且他当然是说曾经被党纪处分过的人就不能参选。如果说之前有被处分过，就叫做溯及既往的话，那他只剩下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定了选举办法以后，之后才被处分的人才不能选，这是不可能的嘛，不可能有这种解释方法。好，就像我们今天在定这个公职人员选罢法的参选资格，说你如果曾经被判有罪，也不是法律修正以后被判有罪啊，是之前有判有罪你就不能选啊，假设了哈，所以说溯及既往的条款这个讲法是讲不通的。那至于说不管是赵先也好，或者是郝市长也好，那之前都没有被国民党的考纪会这个曾经考党纪处分而注销党籍。好，所以我想这个参选资格是不会有问题的。好，那这个所谓说因为曾经参加过新党被注销党籍，并没有考纪会并没有因为这样开过考纪会去注销党籍，所以而考纪处分，所以这是2件不同的事情。所以傅昆萁就没有资格嘛？傅昆萁没有资格。哇，很多人都松一口气啊。后面呢，特别给他有资格的。这因为是党主席的选举作业细则特别定了选举人资格，里面就讲了，你如果受到开除党籍或注销党籍的党纪处分，你就是不能选，所以他是没有资格。国民党开除党籍不容易呢，对啊，要中常会通过，还要中常会这么严重，要中常会通过。当然，哦，那美玲这个张善政不错。张善政真的很不错，尤其在地方上，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都非常的高。那我们看到他现在在各方面民调也非常的好，但是就我的了解，那我也跟他聊过，其实他是不太可能出来就选党主席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整个重心都是放在桃园市啊，那2年还要再面临这个选举嘛啊，所以整个桃园市的建设其实他蛮在意的，应该是所有的力量都会放在上面，所以他有说过他应该是不太会选了啊。不过至于现在我们看到参选的人哦，真的很多，这事实上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就是国民党人才济济哦。那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支持者会去劝进嘛哦。不过我要这样讲哦，现在不管你是网络的声量也好，媒体的声量也好，其实我觉得都在其次，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党内的选举，它是要看党员投票的，所以谁能得到最多的党员的支持信任，那谁能得到最大党员的这个票数，这才是实际的哦。那以现在再来看哦，其实我们在地方上哦，我的接触到跟理解到的啦，目前哦，每一个人有每个人支持者，不过如果是赵大哥出来的话，恐怕是一面倒，那个支持度应该是基层大家的共识。国民党现在这样讲，等于是有4个角了，哦，这4个角，什么叫4个角呢？一个角是黄复兴党部，哦，一个角呢就是这个派系，啊，地方的派系，一个角是海外，啊，海外还有很多党员投票嘛，哈。那另外就是所谓的自主党员，他自主这个党员哈，大概是这样子。那他们告诉我说，大概有40万，就国民党有81万的党员，但是有40万还可能有联络交党费，40万里面黄复兴有20万，然后剩下呢派系可能有10万哦10几万，然后自主党员呢海外大概这个7、8万，大概是这样的。那黄复兴20万里面大概真的会来参与的大概是10万，差不多这样。所以每次的有资格投票大概就30万，然后投票率大概就5成到6成，大概是这样子。来，郑姐。刚刚美这边有提到说，就是国民党真的人才济济啦，就是这次有表态或者有被推出来被点名，要出来选党主席，可能有到10位数哈。赵大哥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被美玲这边强力的一个重点哦推荐这样。那我在想说哈，就说非常期待。对，那我在想说，在讲这个，我就想到那个刚刚我们上一趴在讲到那民进党他们的党团干部都推不出来的情况，真的是天壤之别哈。就说我觉得在就是726跟823的罢免之后，确实是让国民党其实地方感觉非常的热情，大家都很希望说能够一鼓作气，然后让国民党持续在2026跟2028年能够重返执政哈。所以这次的主席选举确实非常的关键啦哈。那刚刚我们的前那个庆元兄考纪委他这边提到说那部分就是我们国民党主席的选举作业细则这里头，因为选举办法里头其实坦白说没有规范到那么细。那作业细则是每一次要选举前的时候，中常会再通过一个作业细则的部分哈。那刚刚我们那个大律师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不过我自己觉得说，在目前来说的时候确实是
关心国民党的，或者是想看国民党大戏的人哦，就是我们走到哪里去，大家都在问国民党主席的问题哈。所以事实上，我们确实也是希望，之前有个媒体说，在还没有点到赵大哥或还没有点到其他，就是说目前出来都是 B 咖出来哈。我记得有媒体有这样讲，就说 A 咖都还没有正式表态要出来。不过我自己在想说，B 咖也会有变成 A 咖的时候，所以说我倒是想说，因为下个礼拜就开始领表登记了，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知道说，竞争者到底有谁。所以在最后这个月，我们10月18号要投票，那这个1个月的时间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来看国民党内的时候，怎么样去凝聚这样的一个共识，然后推出一个新的党主席。因为领表就要交20万，所以不会随便领表，不会有人随便领表。老沈呢？主持人刚才他把国民党的内部的架构讲得很美，比较中性啊，4个角啊，防护线啊什么。我是把它讲得比较丑，比较难听。我说有孤城虐死派啊，有乱臣贼死派，有牛鬼蛇神派啊，那这些。到了要这种场合的时候啊，就蠢蠢欲动。我跟你讲，傅昆萁啊，你从政像我们都要问自己，我们从政是为自己，还是为社会，还是为国家？如果我是他，考量我的过去，有人劝进，我会把他压下来，不会到处出来张扬说啊，这多人劝进我。我跟你讲，傅昆萁委员，你这种话讲得越多，国民党的声望，有没有？我觉得真的是人才济济哈，而且这一次的选举。